Hello，这里是校园灾友，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公开课。我们这个公开课呢，主要是给大家入门动态设计啊。因为我收到特别多的这个留言啊，说，咱们 Momento 什么时候开始教动态呀？是吧？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咱们 Momento 作为动态设计这个社群，竟然连教动态的课都没有，我觉得这也太不好了，是吧？是不是在骗人啊？所以呢，我就花了2个星期，然后就精心准备了这个动态设计入门的课程，然后用6个常用的动态手法呢，给大家入门一下动态设计，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 K 动画，怎么样去运用动态曲线。所以我声明一下，这个动态课的一些案例呢，我是参考了这些作品啊，有这个迪士尼的12原则，还有 JR 的这个原则，还有一些同行的作品。由于我呢有很久没做动态了啊。这个动态知识呢，是源自于我之前在工作室上班作为3D 动画师的一些经验，然后就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欢迎同行进行指正就好了啊，没有关系。首先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一流或者专业的动态啊。那么接下来展示作品呢，叫 School of Motion Manifesto， 然后是 Ordinary Folk， 也是 JR 所主导的工作室，他给 School of Motion 做的宣传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When's the last time something moved you? Was it a flash of beauty? A twist of phrase? A bit of brilliance that blew your mind? What if you could move people like that? And what if you could do it with shapes, sounds, design, and movement? When it comes to motion design, we believe everyone deserves the chance to move from novice to superstar. So we've created an online place for that to happen, so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we're there too. We are opening up worlds of possibilities for our students, and we're kind of obsessed with doing it well. Our teachers aren't just skilled working professionals, they're also the top motion design experts in the industry. Our critiques aren't vague and generic, they're valuable insights about your work. Our classes aren't easy, they are intense and effective. A tidal wave of knowledge. And our students aren't faceless usernames watching talking head instructors. We're a tight-knit community of highly driven learners, filled with global collaboration, inspi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plenty of fun characters. At School of Motion, we take a full art education, strip it down to the essentials, and supercharge it with real-world grit. And we're equipping our students to do amazing things for some of the best brands and studios out there. In fact, this thing you're watching right now, and even this, was made by School of Motion alumni. Now it's your turn to create something truly moving. And we're ready to help you do it. Because the things that move you forward, move us too. School of Motion. We're not just a school. We're a movement. 哇，刚才的动画就是动的实在太厉害了，它的动画我觉得是全球也是最顶级的啊，然后它动得非常行云流水，然后可能我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那我该怎么办呢？他那个动画是怎么做的这么流畅呢？我怎么做的跟木头一样？就是我做的就特别卡，就是感觉一顿一顿的，没有那么流畅，怎么回事？是吧？还有就是说，我怎么学呀？好像我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动态的这个教学啊。我是学临摹吗？但是我临摹了，我不知道原理，我还是不知道呀，是吧？所以这有很多的这个入行前的疑问，不用担心啊，你自己先别管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浅显的动画常识，你把你刚才的想法全忘掉啊，先从零开始。我们先了解动画的本源啊。我这里有一个截图，那么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动画呢其实是由关键帧和中间帧所构成啊。你可以就认为动画就是一帧帧所形成的。我们有个关键帧三角形、关键帧圆形、关键帧一个方块，然后这位动画师呢想要的是这个三角形变成圆形，圆形变成方块，然后他就在中间呢插了一些这样子的变化的这样子的图片。首先这个三角形慢慢的变成了圆形，然后这个圆形慢慢变成了方块，然后呢他把这一系列的图片播放起来。按顺序播放，从左到右，那么就形成了三角形变成了圆形，圆形变成了方形的动画了。我这个描述可能大家还不明白，那我接下来就在这个 PPT 里直接用 PPT 做这个关键帧动画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方块是吧？非常简单。PPT 它自带了一个好像我们这 CC 教学怎么做 PPT 动画了，不用担心，只用 PPT 解释一下，大家不用 PPT 做啊。
我现在有一些方块，然后把这个方块呢按照一个均匀的方式排列，然后我要这个方块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然后消失，啊，就跟刚才那个动画原理一样的是吧？我播放起来，那么它就形成我们的这个线性移动动画。哎，这个方块出现，然后这个方块出现以后，这个方块消失，这个方块出现，这个消失，就这样子从左到右啊，按刚才的动画原理，这样子就形成我们的均匀匀速运动的这个动画。啊，有的朋友觉得，哎，你这个动画怎么这么卡呀？哎，一卡一卡的，怎么不流畅啊，是吧？啊，不流畅的原因就是说我中间的这个插入的这个中间帧啊太少了哦，我的关键帧就是这个和这个啊，这个方块移动到这里是吧？但中间的这中间帧太少了，所以显得它很卡。那么中间要把帧插多一点，插这么多方块，那么运动起来呢啊就比较流畅了啊，是吧？对。好，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动态设计里面看过，我们动态设计特别喜欢用这种缓入缓出、加速减速的过程。那该怎么动呢？我直接在这里，我把方块的位置改一下，那么再形成加速减速。哎，哦，我假设我让这个方块先加速，然后到这里减速，那么我就需要把方块都往这边怼。哎，那么这样播它就形成一个啊，这样它就会加速，然后到这里减速啊的一个动画。好，我这里之前做了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加速减速啊，然后把中间的帧插入多一点，它就形成了很自然的这样子的缓动的这个动画，是吧？本质上是说你把这个中间帧的位置改变，那么它就把速度就进行就改变了哦。当然我还做了一个小球的一个动画，那么就是吧？当我把小球这个球的这个位置改变，那它的速度也就跟着改变了。比如说，我把这个球放这里来一点，那么它形成了咚，是吧？它这里就会一个快速加速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中间空隙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从这里就直接闪到这里，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这速度特别快的一个假象啊，这样形成我们这弹跳动画了。我不是说让大家用 PPT 去做动态设计啊，只是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这个动画的原理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步入主题，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动态设计的基本的技法啊，就是缓入缓出。好的，我们来到我们的老伙计 CCD。如果我们要做东西呢，我们还是要创建一个方块，是吧？万物始于方块。好，我们点一下。好，一般来说呢，做这个动画的逻辑呢是这样子的，还是我们按照动画的原理。首先我们要设置关键帧，然后这个动画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位移动画啊，首先我们找到这个方块的这个位移的这个数值，比如说我就想位移 x 方向，那么首先呢，我在最开始这个地方打一点，那么这是它的起始关键帧，我们再选一个时间，好，比如说到第5帧的时候，把它位移到这里来，好，再点一下，那么我现在就记录了2个关键帧，对吧？如果按照常规情况下，可能我就要画手动把中间的帧给画出来，然后画的这个方块的距离呢，就代表不同的速度。然后 CCD 呢，它很好的就能自动的实现中间的这个补件动画，就自动帮你形成好了。你可能会问，这不是废话吗？是，我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原理啊。所以，好，那么它就自动形成了这个补件动画，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个画了。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该如何控制这个速度呢？我在画的时候，我可以在前面少画点方块，最后再多放点方块，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加速减速的动画。那在 CD 里面我们该怎么做呢 ？CD 呢，它有一个叫动画窗格的东西，你在这个 Window， 好，它有一个 Timeline， 有2种不同方式，没关系你可以选第一种 Dope Sheet。Dope Sheet 就是说它的关键帧呢，就会以这个方块的方式给记录下来，但中间的速度你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不太喜欢用这个 Dope Sheet， 而我会用这个叫 F Curve 的模式。那么这样的话就能看到这个速度的这个曲线了啊。当然，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加 F3， 这样能直接调出你的动画窗格。然后呢，你点下这个 F Curve Mode，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动画曲线的版面出来了。好，那我们该怎么看这个动画曲线呢？没有关系，我们先简单的操作一下你把动画曲线就想象成我在就想象成画画的过程。比如说你在AI 或者你在做 PPT， 你要画图形，画线条，然后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画这个线条，是吧？你就随便移动一下，这样随便移动一下，然后你把它播放出来看一看，可以看到
哎，当我这个这个线啊，它越陡，就是它这个越往上抬啊，它的速度就越快。然后当它这个线啊，它越平啊，它速度就越慢，是吧？比如说越平，这个地方越平，那么速度就会越慢。哎，这个地方越陡，这个很陡是吧？速度就很快。哎，我们就按这样的方式去认这个速度曲线就好了。那么这个是动画曲线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认知啊。那假设它默认情况下是缓入缓出的，哎，我们不想要缓入缓出，想要它匀速运动，就是直线运动。你把这个它有3种模式，你点下这个，那么它就变成一条线了。这样的话更明显的看出，哎，它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没有任何加速减速的过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动态设计里面第一个最常用的就是缓入缓出了。虽然它默认给了我们一个缓入缓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是它怎么说呢，没什么意思啊。一般动态设计的缓入缓出它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剧烈的。那么怎么去操控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把这个把柄啊，你按住键盘上的 Ctrl 加 Shift 键，然后这样拖动，可以把它这个幅度加强，你往右边拖，是吧？那么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蓄力很久的，然后再这样子滑过来的，是吧？当然，你也可以把这边同样的操作，按住 Ctrl 加 Shift 键往这边拖，好，就把它这个 S 拉得很大啊，我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缓入缓出出来了，好，是吧？第一个案例就教完了，特别简单，是吧？当然不会，因为像缓入缓出的有特别多的类型，比如说这是一种类型，就是最均匀的。我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加速，这边也是这样的加速，然后正好形成一个 S 型。好，那我们再新建一个方块，把方块放这边来一点，好，把这边关掉。那么这个 S 型呢，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把柄往这边推到这边来，那么就说它会形成一个一开始特别快的加速，然后在这里慢慢缓过来，对吧？因为这个速度呢一开始特别陡的，速度很快，然后慢慢呢速度它没那么陡了啊。好，那么这也是一种用的比较多的那我再新建一个方块我还是的，回到最开始把方块放这儿。我们之前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快的加速，那我可否把它倒过来？我首先让前端非常慢，到后面非常快，是吧？那我把这个再往这边拉一下，那么它就会很缓慢的加速，然后到这里突然就上去了，可以看一下，很缓慢，然后就上去了，对吧？我们把3个一起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速度的变化，是吧？所以说缓入缓出不是单就只有第一种，就是很均匀的，它有不同的这样子的方式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变体，比如说可能有朋友觉得老师你这个前面这个把柄都是直线的，我能不能不用直线的当然可以，比如说我把这3个关掉，我再新建一个，把它放这儿来。我们这个呢把柄都是直线的，那我可否一开始呢给它翘起来，翘到这边，那么它这个动画就非常有意思，它是会形成一个一开始非常急促的加速，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过来了，像子弹打入这个海水中的感觉，是吧？或者你丢个石头丢到海水中的感觉一样的。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是吧？比如说这一个是很急促的，这一个是平缓的把它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它就会一开始很慢，然后突然这个感觉是慢慢加速，加速到顶的这感觉，是吧？是吧？当然还有更多种变体，我再新建一个，我把2个这个把柄我都抬起来，然后会是什么情况？那它就是会先加速，然后慢慢匀速一阵，然后突然又加速，是吧？先加速，匀速一下，再加速，我把这几个全部打开，可以看到就缓入缓出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形式了，对吧？非常多种不同的动画变体。
好，说到这里呢，可能有朋友就会想，哎，我是不是得死记这些动画曲线模式啊？那岂不是跟学英语一样的去背单词的感觉是吧？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死记大家只要学会怎么样去看这个曲线就好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自己的多多的去就用一个单体去玩这个曲线，然后去熟悉它为什么是这么运作的因为动态是需要设计的，而不是套模板。所以比如说比如说，还是拿第一个例子就传统的 S 型，对吧？当这个 S 型的话，像这里，我是这样的 S 呢，还是这样的 S 呢，还是这样的 S 呢，还是这样的 S 呢？这个需要你去设计，你想要它什么样的运动，对吧？所以不是套模板所以不是所有东西你都套一个这样子的标准的 S 型，是吧？比如这样子，我是想要这样子，还是想要这样子，是吧？所以它有很多种所以我建议这个第一个缓入缓出呢，所以我想打破一下大家的这个认知，就是说，我缓入缓出只有一种所以现在有很多种。然后呢，缓入缓出的这个线条的方式，这个把柄还可以是这样子的，是吧？我再给大家提一下，因为动态设计呢，主要还是在于要去设计这个动态，而不是去套模板。虽然在前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好几种不同的可能是常用的这些动态曲线的方式，有这种 S 型有这种 S 型还有那种 S 型是吧？但是呢你在初学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死记可能这种 S 型是这样的运动，可能你不理解动态曲线，这都是正常的。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就反复的去看前面的内容，要充分理解动态曲线是什么意思。然后要去设计这个动态。什么叫设计动态呢？我简单的举个例，你把动态想象成是编舞一样的比如说芭蕾舞，给大家看一下在芭蕾舞者的情况下呢，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运动方式是非常优雅的有快有慢，就是有别人跟他编排过的你需要前面慢一点，然后再快一点，这样的话，这个跳舞的人他就知道该怎么快怎么慢，你就是那个编舞的人它都是经过一系列的设计而进行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就用缓入缓出这个方式来怎么去设计咱们的动态。换了一个像 BOSS 战的音乐，显得这个进阶的内容牛逼一点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那个旋转的球的动画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圈，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球，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球绑在这个圈上运动，我们就右击这个球，找到这个。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把物体绑在线上它出现一个小图标呢，你把这个东西丢到这个图标这里，那么就绑得上去了。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百分比呢来控制你的这个物体的位置。那么我如果在这个百分比旁边登记关键帧的话，那它就形成动画了。好，首先登记一下0%，然后比如说到60的地方登记成100%。那么从0到60，那就形成了这运动的动画是吧？非常直接。那我们把这个画面的关键帧锁成只有60帧，现在它关键帧呢有90个帧，所以你播完以后呢，它还在播是吧？因为它总共有90帧，我们只要60帧，我们把这个数值改成60就好了。那么它这个时间轴呢就只有60帧了这样的话，它播过去以后呢，它就会又返回来，又可以再播一遍，这样可以方便我们调整动画和看我们的动画的效果。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按照 Shift 加 F3 把动画窗格调出来，我们把它改成动画曲线模式。可以看到这个 CD 呢，它又默认的给我们丢了一个这个缓入缓出的动画。它就是喜欢搞缓入缓出好，那这个缓入缓出有什么进阶可言呢？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做法，调一下这些 S 曲线是吧？让它动的咻是吧？有点意思一点是吧？那我们怎么让它动的跟之前的那个基础内容不一样呢？这个就在于把这个把柄倾斜。现在我们的把柄在上一节内容呢，就是横的和这样垂直的，对吧？没有这样子的形式。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形式，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好，我首先大家预想一下，我想要这个球这样子
转，从这里转到这里。哎，我画的有点糟心啊。转到这里的时候，按理说它站这里不是停了吗？然后停了以后再继续往这边转，对吧？我想要的是，它从这里转到这里不停止，还是有点的速度到这里，然后再转，就是说一直在这里转，不会有任何停顿的感觉。那么这么干怎么办呢？好，我们还是先是改成 S 型动画，对吧？我们 S 型动画，哎，停了，再转，停了，再转。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2个端口呢，我这边稍微抬一下，就意思是说我们初始给它一个速度，而不是从0开始的。我往这边往上面抬，往这边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哎，咱们的速度呢，一开始不是从0开始，当时从0开始，一开始就有一个速度，而不是从0慢慢的加速才上来的。哎，我们的结尾也是，到结尾从这里转到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速度的。那么我下面打一下，就不是0了，看到。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速度，结尾也是有速度的，所以它们2个速度呢就会相接起来。我们来播一下，哎，现在还是看的有点停顿，对吧？没关系，我们把这个速度再调高一点。好，再播一下。哎，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它是有点像连续动画的感觉。好，当然有点卡顿的原因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开始是0%，结尾是100%。0%跟100%其实同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要结尾呢，你可以把这个60改成59帧，这样的话，它到99%的时候就会跳到0%，这样的话就正好完成一个闭环，它不会在末尾出现100%跳到0%，其实100%、0%是同一位置，所以就多余了1帧，对吧？啊，那这样的话就会一个非常流畅的旋转过来了，看到吗？这就会中间它是缓入缓出，但是呢。这个速度不会为0，它一直在运动啊，这是我觉得还原缓出的一个稍微进阶点的内容。它不是结尾速度和末尾速度，它不是为0的。看到曲线它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调，比如说我把它拉直一点，把这个拉直一点啊。当然你也可以拉成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变体的 S 型，那它就会低，是吧？它就像一个变体的 S 型在运动，啊，比如说你想更好玩一点，你就可以再创建几个不同的球，是吧？创建几个不同的球，然后呢，创建一个不同的圈，然后把这个新的球呢，绑到这个新圈上面，然后让这个新圈呢，稍微转一下，然后呢，你就会有2个球了，是吧？然后你可以把第2个球的这个 S 型稍微改一下，让它跟前面那个标准 S 型不太一样。那么它2个运动速度又不一样了，看到有个 A， 是吧？同样的，再如法炮制就好了。你再新建一个球，新建一个圈，然后呢把这个球这里绑到新的这个圈上面，然后呢把这个新的圈又转一下。好，然后同样的，我们找到这个新的球的这个曲线。然后把它稍微改一下，跟之前的不一样。好，那么3个球动画就都不一样了，是吧？当然，你 K 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它会有点卡顿，所以你呢可能要去稍微的微调一下这个部分，是吧？好，那么这第1个境界的案子就完成了。可以看到，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咱们的缓入缓出其实是可以无限的运动下去的，就不一定到末尾要停了啊，它可以一直延续到下一个镜头，或者一直延续到下一个物体啊。好，我们来看第2个这个动态的设计啊，可能大家看了很多这个手机产品的动画啊，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手机啊，一个红色的手机，好，可能我先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的这个样子长什么样，然后又转回去，是吧？啊，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啊。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方块，好，假设一开始还是一样的，是一个侧面，然后呢我贴个动画啊，我就可以旋转动画，好，可能客户要求是这样子，我想让你把这个物体啊
转过来给观众看到啊，让观众看到这个手机是多么好看。好，那行，那我给你转一下，那我给你转过来，好吧？好，转到正面，是吧？可以，好看。然后呢，转到正面以后，哦，可能就不需要再看了啊，然后又把它转回去啊，可能转成侧面又啊，然后你一播放，它就转成了看一下怎么回事是吧？其实客户可能想到说转到这里的时候停一下，让大家看到这个手机了，然后呢你再转走就可以了。那行那我来改一下，按住 Shift 加 F3，我们打开这个曲线，这样发现跟前面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在这个两端之间中间还有多了一针是吧？没有关系，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中间这一针没有，这就是常规的那个 S 型曲线。然后现在客户呢，他要求我中间停一下那么我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一下这里，在这里形成关键帧。那么停下的话，就是说意思说这个针它的速率或它速度是比较慢的，或者是几乎没有。那么它现在的速度是一个比较倾斜的，比较有个速度。那么把这个倾斜的棒子打平以后，那么它速度为0了。那么我再拨一下，速度为0了，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走了。看转的太快了，看不到，改好。那么就把这个时间呢，就转的停顿的时间就要长一点，是吧？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拉长就好了。但是要小心，它默认的时候它把这个给锁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锁给删掉。然后你又可以拖动了，还是一样的，键盘上的 Ctrl 键，这样的话就能这样子把它拉长，是吧？那我把它拉长一点，想它这个停顿的稍微久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停顿久一点，看到了，客户觉得这样可以了啊，还不错，能看到手机的全貌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对于一个就是专业的动态设计师看了很久动画的时候，发现我总觉得这里停了一下，觉得好奇怪，觉得画面应该永远都是在运动的，这个停了觉得有点卡卡的，不太行。好，那我们首先呢，我先把这个关键帧先把它给锁一下。比如说现在它的末尾是84帧是吧？那我就改成84帧，这样的话可以重复看。好，那怎么样把它改成一直在旋转的不停顿呢？还是同样的，就利用刚才的那个案例，我们把这个点打斜是吧？这里是打斜，看一下，这有点没接上，同样的把这两个锁给解一下，不然的话你无法控制它的这个柄轴。我们把它拉长一点，看一下，这样子它就有点无限旋转的感觉了。同样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是负180度，这里是0度，看上去其实同一个位置，我们就把这个再改一下，比如说改成83，这样就可以让它减少一帧，这样的话运动起来更流畅一点。这样就有一种无限旋转的感觉了，对吧？可能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卡，就是说这个物体这个手机转到这里的时候，它感觉没有速度了，感觉它就是为0了，对吧？速度为0，感觉有点卡卡的，有点0。我想让它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让它缓缓的转，然后再转过去，就不要它停下来了。怎么办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把这个打倾斜就好了，让它有点速度，有一点。这种很微妙的操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也会看到，好，再大些一点，可以看到它就一直在转，它不会停顿，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流畅的感觉，就会让人不会有任何停顿的感觉，到你这里还可以再微调一下这因为我是。微调的话，这种手动调可能会有点问题，所以就这样慢慢的微调。当然，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团算术没掌握好的话，就还是去练前面的，因为这个的话是稍微有点进阶内容。虽然你看它就打了3个点，但是这3个点呢，就是造出比较顺滑的动态的这个感觉。当然，你这个速度最好是平行的，就代表速度是一样。现在的这个速度呢，
这个速度好像不太平行，往上调一点，让它速度平行一下，让它这几个地方的速度比较平行。好，再往上打一下，差不多。这样就是无限可以旋转了啊！所以你在网上随便下个手机模型是吧？好，我就直接复制这个手机模型啊。那我把这个手机模型呢，同样的跟它对位一下，把它丢到下方。那么把这个上面这个球啊，等会儿我隐藏一下，这样可以看到，哎，就我们手机模型的动画了啊。那我们把上面的这个方块要把它隐藏一下，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点一下，再点一下就隐藏了。发现哎呀，手机也隐藏了，没关系，手机这里不是2个点吗？按住 Alt 键点一下，把它点绿，它就会强制让下面这个物体显示出来。哎，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产品动画了，是吧？所以说这些动态都是相通的，不是说我做了方块，其他就没法做了，不是啊？你这动画都是一样的，你换一个模型，换一个什么，它就是就可以用了啊。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动态的延续，我觉得也是环绕缓出比较稍微进阶的一个内容。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啊，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入门基础，所以不讲太复杂了。好，那么这是此次的环绕缓出的案例。好的，感谢大家学完了第一个环入缓出，是不是跟你所理解的环入缓出不太一样啊？有东西内容比较多，哎，所以首先呢是环入缓出的基础，对吧？就是理解这个动态曲线，然后环入缓出呢是有很多种形式的，然后大家在初学的时候可能会没办法就死记硬背那个曲线什么样。当你活学活用了，知道自己怎么操纵这个曲线了，你就不需要去死记硬背这些套模板了，你自己可以自己创作出自己想要的这个曲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思路吧，就是说动态的延续性。一般来说，在动态设计这个片子里面，它不会存在，或者说很少存在，停顿的画面，或者说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动画本身需要延续，它没延续下去的情况。一般来说，画面一直在延续动态，画面一直在动啊，所以这是动态的延续。可以看，就是刚才的那个例子，那个把柄啊，它其实是个斜的，它不会是个平的，是吧？有时候就一直在动。好，那么这是给大家动态设计入门的第一个案例，环绕缓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到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就变得更复杂了。